问个稍微有点带点色彩的问题。但你深夜熟练地点开那个隐藏文件夹，看着屏幕里大汗淋漓的激烈肉搏时，你脑补的日本片场是不是一个飘着荷尔蒙、红酒和香水味的极乐天堂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真的去了那个现场，不仅会瞬间索然无味，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糟糕，我怎么又来上班了的窒息感。醒醒吧，各位老司机，今天岛主开着文化挖掘机带你直接钻进片场，你会惊恐地发现，在这块粉红色的遮羞布下面，不仅没有半点放飞自我的野心，而且它的规章制度、考勤打卡，甚至变态的法务审批，严苛到了能让咱们国内的互联网大厂 HR 都羞愧的当场辞职。在这张不到2米宽的床上，没有欲仙欲死，只有一群被 KPI 逼疯了的苦逼打工人。好了，赶紧把车门焊死。今天这趟车不仅测速快，而且全是毁三观的急转弯。咱们先说规矩，很多人以为拍这种片子主打就是一个刺激和随性。随性个鬼啊！你知道2022年日本搞了个 AV 新法吗？这玩意儿简直是个奇葩的紧箍咒。你想拍行，签完合同，2个人大眼瞪小眼，必须强行冷静整整1个月，在这1个月里连手指头都不能碰。好不容易熬到开机，拍完了，嘿，又得憋着，整整4个月不能发片。而且只要片子一发，1年之内，女演员只要心情不好，随时可以举手说老娘不干了，全网下架，连1毛钱违约金都不用赔。你看，你以为人家在玩命狂欢，其实人家在小心翼翼地走法务流程。屏幕上交的再还，背后全是被合同死死卡住脖子的打工魂。你肯定会问，既然规矩这么变态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女孩往里跳？是被黑社会拿枪指着头吗？兄弟，真正的坑往往长着一副为你花钱的温柔面孔。那个高中的小妹妹就想弄件漂亮外衣，体验一把当偶像的感觉。点开个网页，经纪人那叫一个温柔描绘，化妆师那叫一个疯狂赞美。先带你去高档酒店吃甜点，闻着满屋子高级的百合花香，这氛围谁顶得住啊？你看，我们都为你花这么多钱了，大家都对你这么好，这就叫沉没成本 PUA 啊！等到最后一扇门推开，好家伙，床、大光灯、长枪短炮早冷冰冰地围成了一圈。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这哪是什么灰姑娘的南瓜马车呀，这是一条早就开机运转的流水线，它只是最后一个被按上去的零件。在这种大家都那么客气，都在走流程的空气里，你说不，那简直比脱衣服还艰难。有人就说了，大厂规矩多，现在不流行去中心化吗？搞 FC2， 搞独立拍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那是真正的身体自由啊！自由，你去推特上搜搜那些高薪兼职吧。靖港警方刚端了个大案子，妹子在网上看到广告，以为去了现场还能商量尺度，结果一上那辆黑色的面包车，车门一锁，商量是不存在的。几个自称导演的成年人直接用话术碾压过来。放心，这片子只卖到国外，日本人看不见的。妹子拿了10几万日元回了家，1个月后，警察找上了门。这片子连个马赛克都没有，直接在海外服务器乱飞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大厂把本该担的法务风险全甩锅给了这些傻白甜。只要那个名为野生无码流出的压缩包在微信群里被随手转发一次，连个能起诉的中间商都没有，直接社会性死亡。这他妈是自由，这是把羊群赶进狼群里的裸奔啊！那屏幕里的男优呢，总该爽了吧，享受帝王待遇了吧？咱们把视线转给业内顶级男神，你去问问他爽不爽，人家能吐你一脸苦水。在现场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精虫上脑的征服者，他其实是个挂着男主角头衔的项目经理，他脑子里全是怎么控场，怎么打市场，怎么把氛围带起来。床前最冷静的，永远是这个不停看着手表算进度的男人。这哪是抵死缠绵啊，这根本就是高强度的体力加脑力双重加班。
说了这么多，视线拉回咱们自己。屏幕前熬着夜找资源的老司机们，你以为你大半夜不睡觉是在追求什么人类原始的刺激？拉倒吧！拉开后台数据，你会发现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：绝大多数男人几年如一日，就看那几个固定的标签，就认那1-2个熟脸，剧情稍微一反转，立马差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实世界已经把咱们按在地上疯狂的摩擦了。老板随时变脸的 KPI， 还不完的房贷，今天笑脸相迎，明天就捅刀子的社交，每天都在玩心跳。在这个将近一半年轻人连对象都没有的社会里，咱们深夜点开那个15英寸的屏幕，根本不是为了找刺激，咱们是在买一支名叫一切照旧的电子麻醉剂。咱们花点小钱，买的是那1秒钟免谈判、免拒绝，绝对不会翻车的亲密幻觉。在这条庞大的欲望流水线里，看似所有人都在泄欲，其实大家都在拼命的阵痛。所以啊，下次再看到那个熟悉的开头，别光顾着兴奋，你懂的，那里面没有野性，全是跟你我一样被生活逼出来的打工人。把你在群里那个天天发车牌的兄弟艾特出来，问问他，兄弟，今晚的麻醉剂疗效好吗？我是岛主，我们下次继续开挖。